今天我要和你说一个在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一件很重要的历史事件。历史事件就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把这样的事情叫历史事件。历史事件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？今天我要和你说的这个历史事件叫太平天国运动。太平天国运动，这是这个历史事件的名字。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？这是一场农民起义。这个事件是一场农民的起义。起义就是反抗。反抗你知道吗？反抗呢，就是我不愿意，我不想，所以做的一些事情来表示我不想。比如说，这些农民他们反抗什么呢？他们反抗的是清朝这个朝代的政府。那清朝就是中国最后的一个朝代，是吧？这是中国最后的一个朝代，叫清朝。中国还有一个朝代叫秦朝秦朝和清朝不一样哦，非常的不一样。清朝是最后一个，秦朝有可能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，一个是第一个，一个是最后一个，不是一样的。秦、清两个不同的，清朝最后一个。然后上次我说的这个鸦片战争就发生在清朝最后的一个朝代。中国有很多朝代，非常非常多。今天我说的这是一个农民起义。起义就是反抗这些农民反抗清朝政府，他们不满意清朝政府，所以他们想要推翻。你看什么是推翻啊？推翻就是我不喜欢他，啪，下去。我把他推翻。这些农民要推翻清朝政府，农民反抗，所以他们要推翻清朝政府，推翻它，不要它。我们是中国的真正的主人。那这是这些农民要做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呢，叫这个起义，农民起义。这个起义在中国的历史上非常非常的特别。它的特别就是它的规模很大。它的规模呢，就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大、非常非常大的起义。什么大呢？人数多，参加的人很多，时间长，持续的时间非常长，持续了有十几年，可能是13年吧，13年，可能是。然后呢，他占领的地方也非常的多。中国在南方的城市，中国南方的这些城市都被这些农民起义的人占领了。
那这些地方呢，就是他们的了，不是中国清朝政府的了，不是清朝的了，是这些农民的了。那今天我想和你说说这个起义的原因是什么？它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然后最后为什么它会结束了？那为什么就失败了？当然，这个起义是失败的，是失败了，最后失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起义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义，因为它的影响力也很大，持续的时间这么长，13年。当然这就是规模非常的大，规模非常的大。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这个原因呢，就是和鸦片战争有一些关系，在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，那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要赔偿英国非常多的钱，非常非常多的钱。然后那清朝从哪里弄这些钱呢？他们没有这么多钱呢，所以他们要收税，收老百姓的钱。老百姓就是普通人。你知道吗？老百姓这个词，老百姓的意思就是我们普通的人，不是在清朝的政府里工作的人，是吧？不是贵族啊，不是非常有钱的贵族或者是官儿，不是这些人。那普通的人就叫老百姓啊，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多的，非常多，指的意思就是普通人，没有权没有钱的普通人，普通老百姓。所以清朝政府要弄很多的钱来赔给英国。赔是什么呢？赔是因为中国和英国打仗，他们打仗了，打仗输了，所以英国要中国给他很多钱，输的人给赢的人的钱就是赔，要赔他，赔很多钱。那要赔的这些钱，清朝的政府就要从老百姓那儿收老百姓给我钱，你要多给我一些钱，这些钱就叫税，这是税收。每个人都给一点钱，给谁呢？给清朝的政府，因为清朝政府需要钱赔给英国。那老百姓就有很多的生活上的压力，生活非常非常的辛苦，生活的不好，因为没有钱啦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。而整个的中国当时的生活都非常的非常的不好，大家都没有钱了嘛，是吧？那这时候呢，在中国的南方又出现了很多的天灾。天灾就是比如说天非常的干，不下雨，那就没有办法长很好的粮食，这是农作物就不能很好的长，农作物就是粮食嘛，长出来的吃的东西不能够非常好的长出来吃的东西，因为天不好，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干，很长时间都不下雨，这样的天气就是天灾。那还有别的很严重的不好的天气，那这些天灾呢，就让中国南方的生活，人们的生活就更不好了，
更严重的不好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广西就是中国很南边很南的一个地方，一个省，这个省叫广西。在这儿呢，就有这个人，这是一个农民，他是一个农民家里出来的人。他的家庭是农民，然后呢，这个人他想要成为中国更有钱的这个阶级，他想成为更有钱的人，所以他就要去参加考试。参加这种考试，中国的以前的这种考试叫科举考试。科举考试是唯一的方式，能让一个很穷的人能改变他的生活。你只有通过科举考试，才能成为一个官员，你才能做官。你必须参加科举考试，通过了，你才可能去做官。所以这个科举考试在中国的以前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考试。那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农民的家庭出身，就是他的家庭是农民，那他想改变自己的生活，只能去参加这个考试啊，科举考试。他参加这个考试参加了4次，都失败了，都没有通过。没有通过最低级的考试，都没有通过，所以他就非常的失落。这个是心情，他的心情很失落。那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心情，是不是？觉得我的生活没有希望了，我的人生没有希望了，我的这辈子都要做农民了。那他的生活就会更不好因为他觉得自己想改变生活，去参加考试，想做官，但是4次都没有成功，所以他就非常的失落。然后呢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自己看到了西方的上帝。是的，上帝，你知道上帝是谁吗？上帝就是这个在西方基督教的所信仰的这个人，就是上帝 God， 上帝是吧？上帝。所以呢，这个农民他梦到了上帝，他梦到上帝对他说，你是我的二儿子，你是我的二儿子。他做梦，这是梦，他睡觉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个梦，然后他梦到上帝对他说话，说他是上帝的二儿子。那你知道上帝的大儿子是谁吗？第一个儿子，真正的第一个儿子，上帝第一个儿子就是耶稣，是吧？耶稣 Jesus， 耶稣。第一个儿子是耶稣。那这个农民，中国的这个农民，他梦到上帝 God 对他说，你是我的二儿子。那他睡觉醒了，他觉得哇这是我要做的事情。我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我是上帝的二儿子。那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这个教，建立这个宗教。这个宗教就是拜上帝教。这个拜呢，就是崇拜
就是啊，上帝，我相信你，我崇拜你，我要跟着你，我相信你说的话啊，这是崇拜。拜上帝教，这是这个农民建立的这么一个组织，他想建立这个组织，一群人在一起都相信这个人这个事情。所以他就开始向大家宣传他的想法。他受到了这个西方的基督教的影响，对，他受到了西方的基督教的影响，他就梦到了上帝跟他说话，那他就创建了这个拜上帝教。他就说我是上帝的二儿子，你们跟着我吧，跟着我，我们一起去推翻什么？推翻中国的清朝政府。清朝政府不好，让我们这么辛苦，让我们的日子这么差，我们要推翻它。我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，我要建一个太平天国。这个太平就是所有的都非常的平安，都非常的好，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完美，这就是太平的意思。天下太平，天的下面那就是世界，全都是平平安安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。天国呢，那当然就是像一个天上的国家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完美的地方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所以这就是这个农民说的，他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完美的世界，你们跟着我吧，我们一起去推翻这个中国的清朝政府，他们不好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农民起义。这就是农民起义。他说的非常好，他说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，一个很美好的社会，他会带给大家一个美好的社会，美好的太平天国。所以呢，这个太平天国就是这个农民自己想的，他想象的一个美好的地方，一个美好的一个社会。在这个太平天国里，他说我会给你们每个人一片土地，每个人都有土地，都有自己的地。对农民来说，土地就是最重要的，是吧？有土地就有饭吃，有土地就有饭吃，就有钱。所以呢，这个农民告诉大家，我会给你们每个人一片土地，男人有，女人也有，老人有，年轻人也有，每个人都有。来，跟着我，我们一起推翻中国的清朝。所以这就是起义这么开始的。他带领了很多的中国南方的农民，然后一起去打仗，和清朝的军队打仗。那他们很快就打赢了，因为当时清朝的军队非常的弱，是因为腐败，因为有很多腐败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中国的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，政府有些腐败，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这个腐败，在政府里，在军队里。那军队就非常的弱，非常的弱。这些农民他们就打赢了
这些清朝的很弱的军队。那这个农民的头头啊，刚才我说的这个人，这个第二个儿子，他想的自己是第二个儿子。这个人的名字叫洪秀全，洪秀全是这个农民的名字啊。他带着大家，他是领导人，他带着大家，然后占领了中国南方的很多城市。有一个城市是南京，那他把这里当做他的首都，那就是他们在那儿住下来了，他们在那儿建了很大的这种宫殿，就像宫殿一样，非常大的漂亮的大房子，住在里面，这是他的宫殿。然后他开始过起像中国皇帝一样的生活。他打赢了，是吧？他打赢了中国的这些清朝的军队，所以他在中国的这个城市南京住下来，然后在那里建了很大的房子，这些房子叫宫殿，因为宫殿就是皇帝住的地方。那他把自己叫天王，他是天王啊。然后他开始过像皇帝一样的生活，他觉得他自己就是皇帝啦。所以慢慢的他们也开始腐败了。这是怎么开始腐败呢？就是他们开始享受生活，然后不想打仗了，然后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做到他们答应这些农民的事情。还记得他们答应农民什么了吗？他们说要给每个人一片土地，男的有，女的也有，男人有，女人有，老人有，年轻人有，是吧？但是他没有做到。他答应的事情他没做到，他开始很享受这个有钱了的住在像皇宫里，住在宫殿里的生活。然后他们开始慢慢的腐败，然后呢，他们是拜上帝教，那这些人呢，他们就开始出现内乱。这是最严重的问题。这个内乱就是导致这场起义失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。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，就是内乱，内部里面乱了，里面乱了，就是发生了很多的问题，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那大家打起来了。这个团体，这些人是吧？都是农民，这些起义的农民打起来了。他们里面很多的领导人打起来了，互相打，不是和清朝的军队打，不是，他们打赢了清朝军队，然后现在他们在南京这个城市里住下来，然后他们互相打，领导人打领导人，这个天王打这个天王，他们都是王，这个天王，然后他们互相打，死了很多。最后这场起义最后终于结束了，这是13年的起义，最后终于结束了，也是因为外国提供了一些帮助。
当时的英国和法国，他们也提供了一些帮助，给谁帮助呢？清朝的政府，他们帮助清朝政府打赢了这场仗，这场起义。最后这个起义就彻底失败了。最后呢是这个农民，这个天王叫洪秀全，他是第一个人。上帝的二儿子最后他死了。那这场起义就最终结束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外国人决定帮助中国政府吗？因为他们想帮助这个农民，他们想，然后呢，他和这个农民沟通，和他说话，然后发现这个农民洪秀全，他相信自己是上帝的二儿子，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教，是吧？这不是真正的西方的基督教。那在外国人眼里，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、不对的事情。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，这是你自己想的一个宗教。这是他自己想的，宗教。这个宗教叫拜上帝教，是他自己想的。中国没有，是这个农民自己想的。所以呢，外国人不支持他。外国人支持中国的清朝政府，所以他们提供了帮助，给清朝政府帮助，最后打赢了。那就是这场起义最后失败，因为外国人帮忙啦。谢谢你，外国人。因为外国人帮忙，但是当然清朝还是有更多的问题的。在这之后还有更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呢。我下次还要再说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，是在这次的农民起义之后发生的事情。